历史新发现。历史简报是全球史学家与历史爱好的资讯类专业媒体。俄罗斯帝国在征服战争中追求权力。Foreign policy。由于俄罗斯研究的教学方式，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俄罗斯作为帝国大国的性质。阿尔乔姆、谢波夫和尤利亚·沙波娃建议。然而，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对该国过去和现在的帝国计划的意识有所提高。作者提出问题的是，俄罗斯在阿富汗与塔利班举行了秘密会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仍在进行中，同时他在乌克兰维持其部队。与此同时，俄罗斯古典文学包含非人性化的民族主义，其读法类似于当今的政治气候。Volodymyr Yermolenko 解释说，帝国主义只引起了血腥的冲突，这可以从俄罗斯在最近的征服战争中追求权力中看出。阿纳托尔·利文认为，据霍华德 ·W. 弗伦奇 （Howard W. French） 报道，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积极呼吁扩大其帝国，这最终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长期被征服的臣民首当其冲地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中国戏曲有162种，难以继续。ABC。 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有100多种不同的形式，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导致政府建造新的剧院，向学生分发免费门票，并制作真人秀节目以鼓励流行。中国戏曲的传统风格包括精致的化妆和服装，以及使用极简主义的布景来讲述故事。这些表演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通常结合了歌唱、武术、杂技、文学、音乐和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在13世纪达到顶峰，但在文化大革命后不那么受公众欢迎。在21世纪，中国政府只能识别162种不同风格的中国戏曲。寻找拉丁美洲失踪者，国家罪行。NY Times。 社会科学家亚历克萨·哈格蒂 Alexa Haggerty 的新书《骨头静物》Still Life with Bones 聚焦瓜地马拉和阿根廷团队的法医和人权工作。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全球法医人类学的领导者，并开创了法医人类学技术。阿根廷团队和瓜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都咨询和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包括莫桑比克、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团队。从历史上看，专制政权保留了其罪行的详细记录，其中许多仍然存在于档案中。例如，瓜地马拉国家警察历史档案馆有大约8000万页的记录，涵盖了许多暴行，其中许多被称为暗杀和绑架。在《骷髅静物》中，哈格蒂审视了围绕政治暴力和哀悼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它如何经常具有诗意。在整本书中，他讨论了推动寻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往往由不知疲倦的精神和逆境而行的动力所推动。骷髅静物也呼吁人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工作，没有保证和不确定性。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在瓜地马拉内战期间，有多达45000人失踪，超过80%的人权侵犯受害者来自原住民社区。哈格蒂的研究捕捉了过去不法行为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害以及纠正错误的能力有限。他描述了瓜地马拉团队的艰苦工作，该团队在30年内确认了约3781人的身份，而阿根廷小组在40年内在该国找到了约1500具遗骸。终于有了驴家谱。NY Times。 驴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计至关重要，但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我想我们只是忘记了这种动物的重要性，可能是被它的近亲马的影响所震撼。法国图卢兹人类生物学和基因组学中心主任 Ludovic Orland 说，学者们之前确定了3个潜在的驯化中心，但奥兰多的团队得出结论，驴只被驯化过一次，大约在西元前5000年，当时非洲之角和今天的肯亚的牧民开始驯服野驴。从非洲东北部的起源点开始，该团队重建了驴的进化树，并追踪了它们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传播路线。
新的发现揭示了西元前200年左右在黎凡特存在的以前未知的吕普系。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似乎是驴子繁殖中心的地方，来自西非的驴子在法国 Boinville 村庄的罗马别墅的考古遗址上与欧洲驴子交配，由此产生的驼处从地面到肩膀测量了61英寸或15只手，目前的标准是51英寸或12手。利润丰厚的驴皮贸易通常是一个非法的、基本上不受监管和不断扩大的全球产业，鼓励集约化农业收获皮革。这显然违背了动物福利，并对当地驴种群和依赖着众动物生存的人造成了威胁。奥兰多博士说，绘制和探索西澳古老的沙漠贸易路线。ABC10个土著社区和公司正在参与一项为期5年的考古研究，探索西澳大利亚州土著社区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在大片地区发现的切割工具集合，这些工具可以连接古代社区。该研究从埃克斯茅斯延伸到西部沙漠，包括皮尔巴拉地区。在西澳大利亚大学考古学桂冠主席的带领下，这项研究正在寻找最早进入澳大利亚北部沙漠的人的证据，并调查其他时期。实地考察将于2021年5月开始。埃菲尔创新者与世纪丑闻。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的语言服务决定在古斯塔夫·埃菲尔逝世100周年之际审查古斯塔夫·埃菲尔的遗产。他有时被称为钢铁魔术师。在他的一生中，埃菲尔在全球30个国家策划了约500个专案，而他的专业知识和财富使他能够建造桥梁和道路，刺激欧洲工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埃菲尔的成就包括葡萄牙杜罗河上的玛利亚·皮亚高架桥、自由女神像、法国的加拉比特高架桥、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火车站、智利的阿里卡大教堂和罗马尼亚的温格尼桥。他还设计了巴拿马运河的船闸和越南顺化花河上的装天桥，以及其他成就。为了纪念这位工业家的100年诞辰， RFI 将报告并提供有关这些工程奇迹的视频，并在1年中提供报告。然而 RFI 也将借此机会揭露本世纪最重要的丑闻之一，即受托建造巴拿马运河的公司破产。埃菲尔最初与此事有牵连，但法院在上诉时推翻了他的定罪。尽管法院为他洗白了罪，但他从未从造成的道德创伤中恢复过来。尽管如此，埃菲尔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对科学和创新充满热情，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致力于将他的塔用作实验室。在那里，他推动了无线技术、无线电、气象学、航空学和航空学的发展。为了纪念2023年古斯塔夫·埃菲尔逝世100周年，古斯塔夫·埃菲尔后裔协会计划了各种活动，包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展览。该展览将在几个国家巡回展出。一口有1600年历史的棺材，可能揭示了罗马的英国。NY Times 英国考古学家在该国北部的利兹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铅秤棺材，棺材里装住被认为是4世纪高地位女性的遗骸，而附近发现了1000多年前的其他尸体。这一发现被描述为海线，可以为法老时代的英国与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建立之间的过渡带来新的见解。来自进行挖掘的团队的凯利·巴克斯顿 （Kylie Buxton） 表示，分析完成后，棺材可能会在利兹市博物馆的死亡和埋葬习俗展览中展出。在澳大利亚最高的西冠摩尔角灯塔内播放音乐。ABC 西澳大利亚州杰拉尔顿 （Geraldton）的一群音乐家正在探索他们镇上拥有143年历史的标志性摩尔角灯塔提供的不寻常的音响效果。除了人声、吉他、风笛甚至迪基里杜管等都在灯塔内演奏，以探索其独特的音响系统，使音符的持续时间比平时更长。进入灯塔需要获得监督该设施的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的许可。该团体现在正在探索录制音乐和举办现场活动的想法。谢谢收看历史简报。